嗨，各位先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不是普通的一天，因为这是小玄子的第100集。后面我还会加码关于拍币的走势分析给大家，请锁定看到最后。说真的，币圈还在撑，我也还在撑，能录到100集真的不是件小事。所以今天当然不能随便讲点什么，要来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 Pi Network 正式与 Chainlink 合作，不是八卦，不是留言，是 Chainlink 官方自己发文的哦。然后呢？小玄子才刚看到这消息，手机就有人来讯息了。一些朋友私讯我，小玄子，是不是可以 all in 了？这波会不会直接冲到3美元，甚至10美元 ？Chainlink 是什么？对派有什么帮助？来，这一集我就帮你从链上打到脑袋里，从价格讲到技术面，把这场拍 Chainlink 的合作完整拆给你看。首先 Chainlink 到底是谁？我怕有些朋友还以为 Chainlink 是区块链的外送平台。想连接餐厅还是 Uber Eats 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其实 Chainlink 是区块链界的八卦天王加 Google 大神加数据仲裁者汉体版。简单说，它是一套去中心化的预言机系统，专门帮智慧合约连接现实世界的资料。它能连什么呢？但凡汇率、天气、比赛结果、股价、币价，你联想的，它几乎都能抓。现在更猛的是，它连拍币的价格也能及时更新了。而且这次还不是那种慢吞吞走流程的资料。而是用上了最新的 Chainlink Data Streams 技术，可以做到1. 即时同步 2. 数据透明可信 3. 可直接被 DeFi 平台使用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现在是真正能进入 DeFi 借贷、链上挂单，甚至 DApp 互动的金融级资产了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哈，那不是交易所也能看币价吗？有差吗？两者差在哪？问得好，来，听小玄子讲一段超实用区块链小常识。交易所的报价是中心化的。它只代表那一个平台上的行情，比如说你在 Binance 上看到 BTC 是79000美元，转头去 OX 可能就是79000亿美元，这叫做本地报价，它是给人参考的，但对区块链来说，它是不可信任的来源。换句话说，交易所就像一间自己算自己价格的小卖店，可以看，可以买，但你不能说它代表全世界的真实币价，更不能写进智能合约里当作触发条件。而 Chainlink 是去中心化预言机，它会从多个数据来源抓资料。经过加权平均、演算法处理，去掉异常值，最后提供一组经过验证且可信的价格。而且这些报价式呢，专门提供给智慧合约使用的，用来做什么呢？但凡 DeFi 借贷利率计算，那是拍卖价格。跨链交易汇率、游戏内物价更新、稳定币挂钩。智慧合约条件触发，像是拍币突破1美元，自动发放奖励。你可以把 Chainlink 当作区块链界的公证人加财务顾问加金融监理机构，让智能合约有数据可以信，有数据可以用。如果你只是想买卖，那交易所报价够用了。但如果你要在去中心化世界里让派币能被城市信任，能参与金融逻辑，那就非Chainlink不可。不过各位先锋也别太嗨啦，虽然这次跟Chainlink的合作确实是重大利多，但小玄子还是要帮大家打个预防针，冷静一下情绪。目前呢，其实拍真正实际用到这项功能的场景还不算多，说穿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链上大爆发。毕竟我们也知道，拍的项目方一向是走稳扎稳打派的，不会搞什么一次爆改的情形。从目前来看，他们的确是一步一步在往去中心化的方向推，但说真的，进度吗？确实是有一点慢啦。好，说到这里，小玄子来聊一下技术面的状况好了。不知道有没有玩合约的朋友？如果有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拍币要冲上去，是真的有点吃力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都有一批拍币从锁仓状态解锁下山，直接进入市场流通，就像每天有一群人拎着拍币走到交易所门口说，我可以卖咯，谁要来收啊？这种日常卖压当然会对币价造成压力。所以，现在你看到拍价格一直在1美元以下盘整，老实说，小玄子觉得，这样的情况短时间内要改变没那么快。但这是不是坏事？其实也不一定。来说个比较现实的观察，现在参与拍项目的人很多，号称是加密货币史上最多用户参与的项目之一。但老实讲，其中有不少人是来挖完就跑的，信仰什么的。那是隔壁台的剧情啦，你知道，很多人不是来陪拍成长的，而是来看看能不能捞一票走人的。但这也没什么不对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策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拍的价格还在打底阶段，因为真正愿意长期 hold 得住，一起建设生态的人，还在慢慢浮出来。现在的派，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婴儿，还在练核心肌群。你们去看当年的比特币也一样，一开始的价格也没多高，10年一步一脚印爬上来，才变成现在的币王。他也会走一样的路，只是我们还在剧本的前传第1季而已。有人问我说，那币圈不都有短期暴涨的奇迹吗？
我说有啊，你看川普币上市第2天就冲到77块，大家嗨到不行。结果现在呢，还不是回到7块，直接被市场打一个骨折，还顺便送你1桶汽油跟1根火柴。所以你问我派币会不会涨，能不能涨？我的答案是会，能，但不是现在就冲天这么简单。现在的派还在铺路，在建设，在洗出真正的支持者。只有当信仰留着，短线客退场，应用起来的时候，才会迎来真正的起飞点。小玄子告诉大家，币圈你最怕的，不是买的币没涨，而是你连怎么涨，为什么涨都没搞懂就跳进去。所以呢，这段打底期，就是我们学习、观察、慢慢布局的黄金时间。千万别被FOMO牵着走，也别因为没马上发财就觉得没救了。长线选对币，比短线买对点还重要。接下来，我用 Pi24 小时线走势图来讲解，价格落在 0.612 美元 T， 时间点在4月18号早上6点左右。我们从几个关键技术面来解构一下这个盘。目前拍的盘势来说，将近 70% 还是偏空格局，加上川普这颗不定时炸弹，不建议做多。图面上来看，K 线目前持续在斐波那契 0.5 回撤位 0.6 上方整理，但尚未重新站回 0.618、0.647 黄金分割线，目前是盘整中的弱势震荡格局。而 RSI 当前为 34.79 秒，已跌入低档区，接近超卖临界。黄线仍压制 RSI 主线，代表动能偏弱，但指标钝化，已接近底部徘徊。MACD 双线仍呈现死叉，但柱状体正在明显缩小，这是空方动能减弱的第一讯号。若能持续缩量，价格不再破底，则有机会迎来短线低位金叉反弹。目前价格在 0.6009 到 0.6477 为目前震荡主轴区间，行情呈现整理等待表态格局。昨天小玄子本来想说开始走上升楔形格局，但是后来已经跌破了，所以目前处在回撤前升势支撑的敏感带，若无力站回趋势线，偏弱盘整持续。以价位来说，币价 0.6477 是黄金压力区，突破才算转强。币价 0.6009 是强弱分界，正是目前多空拉锯位。币价 0.542 为下一道重要支撑，若跌破 0.6， 短线恐测此区 0.55 到 0.6。结论，成交量萎缩，市场观望情绪浓厚，主力未表态，一走窄幅震荡或放量突破。若你想偏多操作，可留意 0.55 附近支撑，如出现 RSI 超卖加止跌讯号，可尝试小仓进场布局。若你偏空操作，若价格反弹无力突破 0.6 上方压力，可视为反弹放空区间，逢高试空并设好止损。以上就是未来一天拍的预测走势。因为这是第100集，小玄子加上了自己的解盘分析。顺道一提，有些币是喊出来的涨幅，而派是做出来的未来。如果你想继续跟我追踪派币的最新进展，搞懂币圈怎么配置资产，别忘了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小玄子带你看看币圈的最新资讯，帮你抢先布局牛市起涨点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